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。今天在河里钓起来几条黄骨鱼，有的地方这种鱼也叫做黄辣丁。今天我们就用它做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。这样做的黄骨鱼营养美味，老少皆宜，而且它的肉质鲜嫩少刺，吃起来特别的好吃又下饭。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我是具体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几条新鲜的黄骨鱼，这黄骨鱼已经是提前的宰杀好了。我们加清水进来，将黄骨鱼给它清洗干净，看一下腹腔里面还有没有残留的内脏，给它清理出来。还有腹腔里面的血水还需要给它清理干净。将黄骨鱼给它清洗过一遍之后，把它捞出来，放到干净的大盆中，接着再次的将它清洗一下。因为血液它是鱼的主要腥味来源之一，所以必须的把鱼里面的血水完全的清洗干净。我们将黄骨鱼清洗干净以后，就非常的漂亮了。接着我们将黄骨鱼给它放在案板上，用菜刀给它来上几刀。在这里一定要注意，黄骨鱼的花刀不用划得太深，轻轻的给它划上几刀就可以了。我们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，黄骨鱼就非常的容易入味了，就好像视频中这样子，两面给它轻轻的来上几下。将黄骨鱼全部处理好之后，我们先把它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个大蒜子，将它去皮后给它轻轻的摁扁，然后我们再用菜刀将大蒜子切成蒜末。大蒜子我们可以稍微的多准备2颗，这样的话它的蒜香味会更加的浓郁。我们将大蒜全部切好之后，先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小块生姜，我们先把它同样的拍扁，然后再将它改刀切成稍微细一点点的姜末。切好之后，先把它装进小碗中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准备一小块82年的老陈皮，这个陈皮我已经是提前的浸泡好了。下面我们先把里面白色的瓤给它切下来去掉。这个陈皮啊，它能够很好的去除无鳞鱼的鱼腥味，但是放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用放太多的。去掉里面白色的皮之后，接着再把它切成陈皮丝。我们在切的过程中，尽量的把它切得越细越好，这样在吃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不到陈皮的存在了。最后再把陈皮丝改刀切成陈皮末，同样的切得越细越好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个豆豉，豆豉的话不用太多的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我们用刀给它简单的切上几刀，不用切得太碎，给它稍微的切上几刀就可以了。全部切好之后，给它一起的装进小碗中，然后起锅烧油，6成油温淋上去，将小料给它炝香。把它炝香以后，接着我们开始调味，给它来上半勺生抽酱油，还有少许的蚝油，再来上适量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白糖提鲜。最后来上一点点的鸡精，要是不喜欢鸡精的，咱们可以不放。然后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，将里面的所有调味料充分的搅拌至融化。将它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先把它放开一旁备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盘子，将清洗干净的黄骨鱼给它放进盘里，给它来上半勺的料酒，还有一点点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再往里面添加半勺的玉米淀粉，然后用手给它搅拌一下，将它搅拌均匀。加少许的淀粉进来，可以让鱼肉吃起来更加的鲜嫩，而且还可以让酱料挂得住。把它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将刚刚调制好的酱料给它放进来，再添加少许的老抽，给它调个颜色。老抽的话不用太多的，不然黑漆漆的就比较难看了。我们下手给它搅拌一下，把酱料给它搅拌均匀，让黄骨鱼全身都包裹着一层酱料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把它腌制10分钟，让它更好的入味。腌制10分钟后，我们将它一条一条的摆进盘中，给它整齐的摆放好。
再把盘里面刚刚腌制的酱汁给它均匀的撒在面上。处理好之后，下面开始蒸制。我们起锅烧水，水开以后将它放进蒸锅里面，然后扣上盖子，用大火给它蒸10分钟左右。具体蒸制的时间，我们根据鱼的大小还有火候的大小来具体把握一下。趁着空余的时间，我们来准备少许的小葱。我们将小葱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它改刀切成葱花。将它全部切好之后，先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红辣椒，我们将它的头部切下来去掉，再切成小段，将里面的辣椒籽去除干净，然后再将它切成红椒丝，最后再将红椒丝改刀切成红椒米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和葱花放在一起备用。好了，这时候已经是蒸了10分钟了，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。将黄骨鱼蒸熟后，先给它取出来，再撒上一点葱花，还有红椒米，给它点缀一下。紧接着用6成油温给它炝香，把里面的葱花炝出香味。就这样，一道非常经典又好吃的豉汁蒸黄骨鱼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的黄骨鱼鲜香入味，老少皆宜，而且吃起来的口感特别的鲜嫩，一点的腥味都没有。关键的是，这种鱼的鱼刺还特别的少，再也不用担心小朋友一不小心被鱼刺扎到了。这做法不仅做起来简单，而且真的是超级的好吃又下饭。就算是里面的汤汁拌饭，也能吃上满满一大碗。喜欢这道菜的，不妨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，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。点我头像进去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做法哦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抱。你怎么开着一个眼睛的呀？还不是被你录的。